穿越成小说里的大反派，原著结局以青梅竹马的表妹跟男主合伙将你干掉。如今你传书归来，直接开局将表妹剜头，但这一消息却立马传到了女帝身边。身为当朝宰相的你，如何扭转乾坤？主人，你的脸色很不好看。我的脸色能好看吗？我刚把陈潇的眼睛给挖了，结果我们这位女帝大人便马上吃小了。呵呵，你觉得这件事是不是挺有意思？优若，集市上去帮我买一些小女孩喜欢的玩物和糕点，面见陛下请安。我们先去看看倩柔公主。是。与此同时，白云宗秦阳面见了自己的师尊，将陈潇儿的事情告知。这姓陈的好生歹毒，他这是要你滋生心魔呀！心魔？没错，先是剜掉陈潇儿双瞳，然后逼你娶她，而你心怀天下，自然不能为一盲女所束缚。此番你道心受阻，必然滋生心魔。好在半路杀出个裴断，既然你与陈潇儿无缘，那你便好好修行吧，也莫要多想了。师父，您不是认识魏大人的人吗？明日您能否让魏大人参纳陈渊一本？陈渊这般做，难道不算是滥用私刑？这违背了我们北齐先朝的律法吧？如魏启也有意打压陈渊，他自然会以此大做文章吧。不过这种罪名的惩罚对陈渊而言也只是伤及皮肉而已，就看陛下愿不愿意对付陈渊了。而且陈渊定有后手。是的，这一切都在陈渊的算计之中，只可惜有裴断这个舔狗在，陈渊不好太强行把陈潇儿许配给秦阳。毕竟现在裴江海还是陈渊拉拢的对象，他不好太过得罪裴断。哎，舔狗怪我大忌啊！原著里秦阳还有其他8个后宫跟那个老不死的施宝，凭什么男主后宫无数，到哪都是助理啊？反观我陈渊，什么事都得亲力亲为，要是让下面的人去做，就纯是给主角送经验。唯一能用得上的，就仅仅只有优若。这位倩柔公主的身体还真不错啊，居然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。不过吧，越是拖得久发作，便越是严重。届时可是会生不如死的倩柔小公主啊，你可一定要坚持住了，不然我的大计可就功亏一篑了。陛下，丞相陈渊残忍狠毒，强剜人头，视我北齐先朝律法为无。启奏陛下，此时丞相意在惩戒家族违戒之人，实情有可原。大人此言差矣，就算是陈家家族之人，那也算是我北齐先朝国民，难道他们陈家就不用遵守我们北齐先法了吗？方大人，家族当中有人违规，略施小戒，实属正常，何须这般小题大做？听着台下发言的官员越来越多，女帝心底的气油然而生。这些发言的官员，要么就是帮陈渊开脱的，要么就是帮魏启硬要处置陈渊的，根本就没有发表中立观点的。这也就代表着，下面这些官员，要么已经归入魏党，要么已经归入了陈党。臣有话要说。爱卿有何话要说？启禀陛下，微臣昨日之举，实属为了我北齐。昨日我族陈潇背叛家族，罪不容诛。本相却念其这么多年情分，打算放他一马。但千唤灵童作为我陈氏一族立足之本，这种叛离家族之人，又有何面目能够享有？迫于无奈，本相才不得已弯起双目。但陈潇儿只是一介女游，丞相大人应该清楚，自我北齐先朝首位女帝开国以，对于女子一向是从轻处置的。魏大人此言差矣。想我北齐开国女帝琉璃女帝大人最大的优点便是知人善任，她的手下都是忠心耿耿、义薄云天的英雄豪杰，因此在琉璃女帝建国初期，纵使万般艰苦，也不会有人弃琉璃女帝而去，因为他们真忠无二。反观我陈家的陈潇，今日他能为了一个男人背叛家族，假有一日，他便会为了什么其他理由背叛我北齐先朝。届时我北齐先朝500年国运该当如何？待本乡9泉之后，又有何面目去见琉璃女帝，去见北齐先朝历朝历代的先帝啊？说着，陈渊居然隐隐有泪光闪动，台下的官员们嘴角抽搐，都没想到陈渊这么离谱。而女帝明明知道他是在胡说八道，但却无可奈何。好了，陈家作为北齐8大宗族之一，处理一个叛徒的权利，朕自然还是要给他。但你贵为丞相，去剜人眼瞳，这传出去，对我北齐颜面有所影响。若是那些外邦得知，还以为我们北齐之人皆是些残忍嗜杀之辈。陛下言之有理，是微臣考虑不周了，请陛下责罚。这样吧，爱卿便忍痛割爱，以1000两黄金，然后让朕腰丝霜降，小雪2境助阵安抚周围列邦，替丞相消除误会，如何？1000两黄金倒是小事，但要交出霜降镜和小雪镜，陛下只是要让陈家出点血了。这2镜一旦收回，
也就代表陈大人的手完全伸不到镇妖司了。爱卿，朕也是为了你着想啊，你也不想周围列邦都以为北齐丞相乃是一心狠手辣、剜人双瞳之辈吧？你是当朝丞相，需处处在意形象才是啊。怪不得原著当中陈渊要造反，想要削减我的势力，也未免也太极端。朱元璋杀胡惟庸，还得做准备工作呢。怎么，丞相大人是不愿意，还是舍不得？既然是陛下的旨，微臣安敢不从？陈渊此话一出，朝堂文武百官也开始交头接耳，尤其是那些陈党官员，更是急得不行。镇妖司可是汇聚了北齐先朝最为顶尖的一批天骄，但就在此时，一名太监慌慌张张的就跑到女帝身边，然后对着她耳语些什么。你说什么？倩柔魂体受创？这怎么可能？微臣从坊间寻得了一些故事，需要微臣讲给公主大人听吗？好啊，好啊，有故事听。丞相，你快速说讲与本宫听。